冯小刚新片女妖迪丽热巴，顶流女星能否助阵引热议？在今日娱乐圈的璀璨星空下，冯小刚这位曾经引领电影风潮的导演，再度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然而，这一次，他并不是因为其执导的新片取得了多么傲人的票房成绩，而是因为他在新电影的筹备阶段，宣称将邀请一位顶流女星担任女主角，而这位女星正是当下炙手可热的迪丽热巴。冯小刚，这位中国电影界的传奇人物，他的作品曾陪伴了无数观众度过了难忘的时光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电影市场的风云变幻，观众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。冯小刚虽然依然保持着对电影的热情，但他的作品似乎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松抓住观众的心。迪丽热巴作为当下娱乐圈的顶流女星，她的人气和影响力无需多言。她以清新脱俗的外貌、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巨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，她的作品也总能获得极高的收视率和口碑。当冯小刚宣布将邀请迪丽热巴出演他的新电影时，这无疑给这部影片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。然而，随着消息的传开，人们开始质疑这一决定的真实性。毕竟，迪丽热巴作为当今娱乐圈的当红女星，她的档期十分紧张，而且她对于作品的选择也有着极高的要求。冯小刚的电影虽然有着一定的号召力，但在现在的电影市场上，还真不一定能够轻松邀请到迪丽热巴这样的顶流女星。事实上，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，冯小刚的这一做法可能是在溜饼拉大佬入场。所谓的溜饼，就是在筹备电影时故意放出一些吸引眼球的消息，以引起投资者的关注。而拉大佬入场，则是通过邀请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演员或导演加入，来增强电影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。冯小刚利用迪丽热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来制造话题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他的新电影。当然，无论冯小刚的真实意图如何，他能够选择迪丽热巴作为女主角，本身就足以证明他对这部电影的重视和期待。迪丽热巴的加入无疑将为这部电影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和话题性，也将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视觉盛宴。然而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娱乐圈的竞争日益激烈，观众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。冯小刚要想在现在的电影市场上取得成功，除了拥有优秀的演员阵容和制作团队外，更需要不断创新和突破自我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在华语影坛的长河中，冯小刚与迪丽热巴的名字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时代。前者是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票房奇才，凭借甲方乙方大腕集结号等作品写下中国商业电影史上的篇章。后者则是新时代的顶流女星，凭借荧幕上不断突破的角色与时尚圈无可挑剔的表现，成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。如今，当传出冯小刚拟邀迪丽热巴出演新片的消息时，这一跨世代的对话无疑让整个娱乐圈为之侧目。从导演角度看，冯小刚正处在一个需要自我更新的节点。他曾经擅长捕捉社会情绪，用幽默或悲悯的镜头语言书写时代切片。但随着观影群体年轻化，他的创作模式急需换新。而迪丽热巴正好是这一代年轻观众的符号人物，她的美貌并非停留在表面，而是通过不同角色展现出多面性。从《三生三世》里的灵动狐仙，到《长歌行》中英姿飒爽的公主，再到《公诉》里坚毅冷静的检察官，她在荧幕上不断刷新观众对她的想象。如果说冯小刚代表的是中国电影的过去辉煌，那么迪丽热巴无疑象征着当下娱乐工业的流量与未来。两者的相遇，既可能是一次互补，导演需要年轻观众的目光，演员则需要更具厚度的银幕角色，也可能是一次挑战，如何在商业与艺术、流量与口碑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。业界有人猜测，这或许只是冯小刚的溜饼之举，
用热巴的名字吸引投资与关注。但从另一角度来看，即便是一个尚未落地的消息，它本身也足以说明迪丽热巴在当下的行业地位。她的名字已经超越个人，成为电影市场里的票房富号。这种影响力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多年作品累积、形象经营与商业信任的结果。假如合作真的成型，这不仅仅是一次明星加盟导演新片的新闻，而更像是一场时代交汇的实验。冯小刚能否借助迪丽热巴的能量重塑银幕话语？迪丽热巴能否在冯小刚的镜头里释放出更深层次的角色魅力？答案还未揭晓，但这份不确定性恰恰是电影最迷人的地方。或许多年后我们回望，会把这次潜在的合作视为一段电影缘分的开端。无论成与否，冯小刚与迪丽热巴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同一则新闻里，本身就已经是一幕精彩的预告。今天看到这篇文章，想向大家汇报一下，当同岁的迪丽热巴和杨紫站在一起，我才完全明白，老天爷是公平的。当下90后顶流女星杨紫和迪丽热巴每次在同一场合亮相，总会引起网络的骚动。当两人站在一起，穿着各自的独特造型，在镁光灯下闪烁耀眼的光芒时，观众们深受感触。上天对美丑的分配其实相对公平。尽管迪丽热巴颜值极高，皮肤白皙细腻，身材匀称修长，双腿纤细笔直，无论穿什么衣服都格外美丽。但与她同岁的杨紫却凭借着过硬的演技实力，使她在演艺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不逊于任何一个人。回顾多年前，杨紫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尽管她凭借家喻户晓的《家有儿女》一举成名，但之后因为外表不够出众而无人问津，再难寻觅到演出机会。虽然她的父亲对她关爱备至，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她身边，陪她在北京各大剧组间努力拼搏，寻找角色，但是她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回报，没有人愿意看到她。在一档访谈节目中，杨紫心中的苦涩无法掩盖，她泪眼婆娑地感叹道：“那段时间，所有人都认识我是《家有儿女》中的那个小女孩，但是没有人找我演戏，但我却无戏可演。”双引号，她还没来得及说完话，泪水已经滚滚而下。那段日子对杨紫来说是最暗淡无光的岁月，幸好有父亲陪在身边，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父亲的身影，父亲用爱与鼓励支撑着她。父女两人相依为命，在北京的各个剧组之间寻找机会，但无数次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，杨紫始终没有得到认可。面对一次次落空的希望，杨紫内心非常沮丧，但她从未对梦想说再见。尽管她知道自己的外貌在大众审美观里可能并不算出众，但她始终相信，只要她坚持不懈地努力提高，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到她内在的光芒。每当看到父亲为了自己忙前忙后却总是空欢喜一场的身影，杨紫心里总是充满内疚和自责。然而，父亲却从未因此对女儿的梦想失去信心和支持，他似乎早已经看穿了女儿的卓越之处。杨紫下定决心要坚持下去，无论面对多少质疑和嘲讽，她都要凭实力说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证实自己的价值，让梦想变成现实。在杨紫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时候，幸运女神终于向她伸出了援手。在2018年，她主演的古装剧《香蜜沉烬如霜》一经播出，便迅速攀登至同时段收视榜首，这让观众们重新审视了这个曾因相貌平平而备受质疑的女孩。通过在剧中出色的演绎，杨紫成功展示出了她内在的强大力量。她精湛绝伦的演技功底以及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驾驭，使她在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。一时间，这位曾被质疑更适合扮演和34灭绝师太和34的女孩，突然间就因为演技精湛在影视圈站稳了脚跟。她用自己的实力打破了世人的成见，最终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舞台。2019年，
杨紫出演的都是剧《亲爱的》，热爱的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追捧，口碑赞不绝口，荣获多个奖项。各大影视公司纷纷向她发出邀请，请她加盟新剧。自那以后，杨紫接连出演了一系列优质作品，如《沉香如屑》《余生》《请多指教》等，口碑不断提升。今年她主演的古装剧《长相思》自开播以来也备受瞩目，观众们对她的表现赞不绝口。谈起杨紫在影视圈摸爬滚打的奋斗之路，历经了重重困难。要追溯到2015年，那时她参演古装剧《青云志》，一登场就遭到了大量原著粉丝的质疑和吐槽。他们纷纷表示她的扮相更像何34灭绝师太何34，而非女主角的模样。杨紫先生如此直白的评价让她内心痛苦异常，仿佛在她的梦想道路上再被刺一刀，让她万分沮丧。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反而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实力来反驳所有的非议。在此之前，著名演员宋丹丹早已洞察到杨紫的坎坷，尽管她的批评有些过于直接，但是这正是娱乐圈的现实。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想要在这里立足实属不易。尽管如此，杨紫并未被外界的质疑与嘲讽击垮，反而以其为动力，促使自己更加努力。例如，在2015年的都市剧《欢乐颂》中，她饰演了一个性格和34做作和34的角色，许多观众对此角色印象不太好。面对困境，杨紫没有自暴自弃，放任自流，而是坚强地依靠力量去演绎这个具有争议的角色。她决心要用出色的演技力改变人们对她的看法。杨紫现已是备受瞩目的当红小花，每当与迪丽热巴同台时，总有网友指责她的外貌稍逊一筹。然而，这些非议根本无法撼动杨紫的自信。杨紫因出众的演技以及坚韧不拔的个性，赢得了无数观众的赞誉和认可。各大剧组也对她极其渴望，希望能与她合作。去年，她身着一袭黑色时尚晚礼服出席了某个活动现场，她大胆地展现出背部的曲线和肌肤，瞬间吸引了全场无数目光的注意。虽然杨紫在此次造型上遭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，甚至有人怀疑她是否得罪了专业造型师，网络上也散播了关于她整容的不实传闻。然而这些事对于杨紫而言已不再重要。曾经在那个黑暗潦倒的日子里，她甚至都没有站上舞台的机会。现在她能够身穿时尚礼服亮相重要活动，这已经是她当年孜孜不倦追求的梦想成真了。即使有一些人对她的造型有所评价，也无法掩盖她内心的喜悦与自豪。杨紫在成长的道路上遭受了许多质疑和嘲讽，使她的梦想一度受到重创。然而，她并未气馁，凭借坚定的毅力和精湛的演技，成功挣脱了命运的枷锁，走向了光明。杨紫的成长经历堪称一部传奇，从被质疑嘲笑颜值低到最终凭借内在的光芒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她的人生完美诠释了上天是公平的这一深刻哲理。外表美丽固然重要，但并不是全部，更不是取胜的决定性因素。一个人能否过上精彩的生活，关键在于学会发掘并展现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内在的光芒。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，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。重要的是要欣赏自己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抓住自己的闪光点，发挥自己的优势，让生命绽放出独特的色彩。杨紫之所以能在聚光灯下，依靠的正是她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演技的不懈磨练。面对重重阻力和诸多质疑，她从未放弃过内心的希望，最终等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，用实力令人重新定义和34美和34的标准。在这一点上，杨紫和迪丽热巴有几分相似之处。尽管迪丽热巴在外表上无可挑剔，但她过去也经历过许多非议，需要凭借精湛的演技来不断证明自我，赢得认可。因此，我们无需妄自菲薄，也不必嫉妒他人的长处，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相信只要持之以恒的努力，总有一天能够让内在的光芒震撼世人，
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当90后两大顶流女星同框时，注定会引发热议。有人说，这是一种公平的对照，杨紫凭借坚韧和演技逐渐逆袭，而迪丽热巴则以几乎完美的外貌成为舞台上无可忽视的焦点。可若仅仅停留在颜值的层面，恐怕是低估了迪丽热巴的银幕潜力。在聚光灯下，迪丽热巴并非只是美的符号，她的美带着一种极具镜头感的锋利与张力。无论是白皙如瓷的肌肤，还是修长纤细的身段，都仿佛为电影镜头量身定制。导演镜头中的她，不仅仅是一个角色的存在，而是一种视觉语言的呈现。她的身影像是天然的光影雕塑，每一次回眸，每一个眼神都能被定格成一帧海报般的画面。与其说热巴与杨紫的同台是一次比较，不如说是一次映衬。当外界热议公平，其实更凸显出迪丽热巴的稀缺性。在这个行业里，真正能让镜头为之倾倒的演员并不多见。她无需过度修饰，就能把日常的一个瞬间转化为电影的质感。她的美不是停留在红毯上的表面，而是能够延展进角色之中，赋予人物独有的生命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迪丽热巴从未只满足于颜值的光环。她在不同作品中的尝试，正如一个演员对类型的探索。无论是古装剧中的灵动飘逸，还是现代戏中的独立坚韧，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观众看到，美貌只是序章，真正的故事是如何将这份先天优势转化为后天的艺术表现。如果说杨紫的成功提醒我们演技可以超越外貌，那么迪丽热巴的存在则让人明白，有些面孔本身就自带电影史的质感。她不只是时尚杂志的宠儿，也不只是红毯上的女王，她更像是一位等待合适剧本和导演的女主角。一旦遇到真正懂得调度她镜头感的人，迪丽热巴完全可能成为华语影坛新的银幕缪斯。因此，当两人同框时，所谓的公平并不是此消彼长，而是一种并存的张力。而在这份张力里，迪丽热巴的存在感就像电影中的主光源，照亮全场，也照亮了观众的期待。被群嘲水后7年，迪丽热巴带新剧回归，超越以法之名势在必得。谁能想到，内娱顶流迪丽热巴居然整整2年没有新剧播出？不过也不负大众期待，迪丽热巴终于在25年带着3部剧强势回归。古偶、悬疑、刑侦3部不同类型的题材，让观众在25年全方位欣赏热巴的美貌和演技。第一部悬疑片萧起清壤，都市奇幻悬疑感直接拉满。她饰演的角色表面是冷艳雕塑家，实则是杀人不眨眼的狠戾角色，黑意加深，眼神一变就令人看得鸡皮疙瘩掉衣的。第二部是她擅长的古装玄幻剧目虚词，一直令人期待的原声台词，这次终于展现出真正的实力。更令人惊喜的是她的古装造型，此前总有人说她不适合古装，甚至说扮相像男人，这次妆造师却精准勾勒出她的美。不管是黑衣还是红衣，那种女鬼王不可一世、不可靠近的气质，只有热巴能演绎出来。第三部是由真实案例改编的刑侦打拐题材《利剑玫瑰》，和以往古偶里的甜妹扮相不同，这次她身穿警服，为查清缉毒男友真相加入停毒队伍，却意外调到打拐办，面对同事怀疑，用实力一步步证明自己。为这部剧，她提前几个月跟着警务人员特训、格斗、礼仪都学得有模有样，高难度追车戏也亲自上阵。现在定档央8暑7档，接档话题度爆棚的以法之名，央视频官宣时代的词条，谁懂迪丽热巴敬礼这一下，更是令人狠狠期待。迪丽热巴起点不低，却因一次得奖成了群嘲对象。2018年第29届金鹰奖，她凭借《你好》，李慧珍拿下最佳女演员，而同期竞争者有孙俪、樱桃、袁泉等实力派，加上这部剧评分仅4分，远低于对手作品，
水后的质疑声铺天盖地。当时还有人说她不适合古装，造型像男人，各种争议让她一度陷入低谷。今年9月，你好，李慧珍里打工人吐槽老板的片段突然爆火，相关词条李慧珍，我也到了你的年纪，李慧珍我也遇到了自己的下桥登上热搜，大家才发现当年对她有多苛刻。这部2017年的剧增是首部收视率破2的黑马，58天就创下军级破亿的成绩，连人民日报都增评价它为社交货币。这些年，它经历过不少争议。陆地 CP 事件后变得谨小慎微，在极限挑战里和张艺兴刻意保持距离。安乐传开播被批造型不好，却少有人知他剧中多是男扮女装。时尚活动上的防走光动作被嘲讽漏都漏了还装。在花少舞里，他会因碰到饮料自责，会为不打扰室友整夜没睡。迪丽热巴似乎总不被所有人看好，却在一次次逆境中不断成长。现在她带着新作回归，令人期待她带来更多精彩。在娱乐圈的光影长河里，总有人被推至浪潮之巅，也有人在喧嚣散去后默默承受沉寂。迪丽热巴，这位在2018年因金鹰女神荣誉而遭遇水后群嘲的女演员，曾一度被视为质疑与争议的代名词。7年的时光，她的身影在流量与非议之间交错浮沉。如今，当她携3部新作强势归来，观众才惊叫，这段被误解与低估的旅程，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。第一幕名为萧起轻壤，冷艳的雕塑家，黑衣加身，眼神锋利如刃，化身美丽的凶手。这一角色不再只是流量明星的糖衣外壳，而是一场心理深渊的探索。他的每一次凝视，都像镜头下的暗冲，把观众拉入一场悬疑的电影体验。迪丽热巴仿佛终于找到属于她的黑色电影语法。第二幕，古装奇幻的木须词。这一次，她舍弃了往日的配音辅助，选择用原声去承受角色的厚重与孤绝。曾有人断言她不适合古装，甚至说她的造型过于生硬。然而，当镜头定格在她一袭红衣的身影上，那种凌厉、孤傲、如鬼王般的气质扑面而来。美丽不再只是外表的修饰，而是角色与演员合二为一的灵魂光芒。第三幕，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利剑玫瑰。她脱下华丽的戏服，换上干练的警服，在镜头里挥洒汗水。格斗、追车、特训，这些原本属于硬派动作片的词汇，此刻都与迪丽热巴的身影紧密相连。她的敬礼成为荧屏上最有分量的一次眼神交流，也让人看到流量之外一位演员对现实题材的真诚回应。电影叙事里，人物的成长往往伴随着坎坷。2018年的群嘲是他的低谷，是故事的黑场。但正如一部电影不会永远停在失落的章节，迪丽热巴也没有被定格在水后的标签中。她选择沉淀，选择谨慎，甚至因为风波变得小心翼翼。然而，正是这些历练，让她在今天的镜头前呈现出更饱满的层次与质感。当观众在弹幕中惊呼她回来了，这不仅是对作品的期待，更像是对一段电影旅程的见证。7年前的嘲笑，如今被你好，李慧珍的再度走红反衬为过度苛刻。7年后的归来，则像是一部电影在高潮前的蓄力。如果把迪丽热巴的职业生涯看作一部电影，那么当下正是转折点。她从被质疑的女演员，成长为能驾驭悬疑、古装、现实题材的全能面孔。观众期待的不仅是她的美貌，而是她在荧幕上带来的震撼与真实。这是一段关于跌落与重生的故事，也是一部尚未完结的电影。灯光再次打在她的身上，迪丽热巴不再只是那个被称作水后的女孩，而是一位用实力书写新篇章的电影女主角。星光背后的真挚友谊。杨幂热巴生日祝福感动网友。在璀璨的娱乐圈中，杨幂与迪丽热巴的友情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，温暖而坚韧，默默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这两位耀眼的女星
不仅在荧幕上各自绽放出璀璨的光芒，更在私下的世界里维系着一份与众不同的深厚情谊。当迪丽热巴的生日钟声敲响，杨幂为她送上的生日祝福如同春风拂面，不仅温暖了热巴的心田，也让粉丝们深切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份真挚而深厚的情感。那是一个充满欢笑与温馨的日子，迪丽热巴的生日如期而至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杨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精心准备的动态，文字中满是对热巴的深情与祝愿。亲爱的热巴，生日快乐！愿你的每一天都如同盛开的花朵，绚丽夺目。愿我们的友情如同繁星点点，璀璨而长久。这条动态瞬间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，也令人们再次感叹这两位女星之间那难以言表的友情。杨幂，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，在演艺事业中屡创佳绩，她的善良与真诚更是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。对于热巴，她更是如同亲姐妹般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无论是工作上遇到的挑战，还是生活中的小挫折，杨幂都会站在热巴的身边，给予她最坚定的支持和鼓励。而热巴对杨幂也充满了感激之情，她深知在成长的道路上，有这样一个朋友陪伴在身边，是多么的幸福和幸运。迪丽热巴，这位来自新疆的异域女神，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，在娱乐圈中迅速崭露头角。她的笑容如同阳光般温暖而明媚，总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正能量。在杨幂的眼中，热巴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，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灵气的女孩。她的坚韧与努力让杨幂深感敬佩，而热巴也视杨幂为榜样和知己。在热巴生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杨幂为她精心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，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达了对她的美好祝愿。她写道：在这个属于你的特别日子里，愿你心中充满阳光和温暖，笑容永远灿烂如花。愿我们的友情如同这繁星点点般璀璨夺目，永远闪耀在彼此的生命中。这份祝福不仅是对热巴生日的庆祝，更是对他们之间深厚友情的珍视与呵护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，能够保持这样一份真挚而纯粹的友情实属不易。杨幂与热巴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友情的真谛，无需华丽的言辞和张扬的炫耀，只需真挚的情感和默默的陪伴。他们之间的友情如同清泉般纯净透明，流淌在人们心间，传递着爱与温暖。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里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正能量和爱心来支撑我们前行。杨幂与热巴的友情正是这样一种正能量的体现。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，无论身处何地，面临何种挑战，只要我们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一份真挚的情感和一份坚定的信念，我们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让我们为这份难得的友情点赞。愿杨幂与迪丽热巴的友情如同璀璨的星光般永恒闪耀，愿他们的未来更加美好。在娱乐圈的万丈星河里，总有一些瞬间会让人恍惚以为自己正在观看一部动人至深的电影。杨幂与迪丽热巴的友情正是这样一个镜头，光影流转间，散发出温润人心的暖意。当迪丽热巴生日的钟声敲响，杨幂的祝福悄然而至。那几句文字仿佛是导演在荧幕上打出的字幕，简洁却饱含情感。愿你的每一天都如花般灿烂，愿我们的友情如星辰般长久。观众似乎能透过屏幕看到两人之间的默契，那种没有喧嚣与造作的真挚，就像电影里最打动人心的一幕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杨幂是成熟稳重的大女主，而迪丽热巴是阳光灵动的新生代力量。两人站在各自的舞台上，闪耀不同的光芒，却在生活的幕后构建起一段宛若姐妹篇章的友情。它不依附于流量，不建立在商业利益上，而是一种纯粹的关怀与守护。正如电影镜头下常见的反差蒙太奇，一位温婉而笃定，一位热烈而鲜活，他们共同构筑了荧幕外一段罕见的情感叙事。迪丽热巴的笑容总是像阳光一样洒满荧幕，
而在杨幂的注视中，那份笑意更显真实。镜头如果拉近，你会发现这不仅是两位明星的互动，更像是一种女性群像电影的隐喻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背景下，女性之间的支持与陪伴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赞歌。这种友情恰如一场缓慢推进的长镜头，镜头里没有华丽的特效，也没有跌宕的剧情，却因为真实与动人而令人久久难忘。生日祝福只是其中一个节点，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无论是荧幕上的合作，还是生活中的点滴守望，这份情谊都让人看见娱乐圈背后更动人的一面。如果将其搬上大荧幕，这段友情完全可以成为一条副线，在浮华与喧嚣之外，两颗星辰彼此照亮，交织成一幅最温柔的画面。杨幂与迪丽热巴的互动不仅仅是明星之间的祝福，更是一种超越身份的情感共鸣。在这个快节奏、常常充斥功利色彩的时代，这样的友情就像一盏长明灯，给观众带来希望与力量。它提醒我们，电影之外，生活也可以有最真切的光影。因此，当人们再一次谈起迪丽热巴时，除了她的美貌与演技，或许也会记得这段温暖的友情。因为在影像的世界里，最打动人心的，往往不是跌宕的情节，而是那些如星辰般恒久的真情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